漢光42號演習的第3天，新竹基地的演練進入一個很有意思的環節。假設機場剛剛遭到飛彈打擊，跑道留下密密麻麻的彈坑，正常起降條件已經被破壞，那該怎麼辦？在演習中，空軍給出了答案：一架幻象2000緩緩降落，他還沒在跑道上停穩，機務分隊就衝了上去，掛彈車啟動，官兵分成5組，有人抬魔術短程飛彈，有人操作專用車掛雲母中程飛彈。只用5到10分鐘，飛彈裝掛、安全銷拔除、系統檢查，一系列流程全部搞定。然後警報響了，待命飛行員衝出待命室，他們被要求在6分鐘內升空。同一時刻，跑道另一端，另一組人正在跟彈坑死磕，倾斜车填土、压路机压實，堆高機配合人力鋪設玻璃纖維墊，規定時間是4小时內完成跑道修復。把這些動作連起來看，就會發現漢光42號演習正在考慮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。第一輪打擊之後，戰鬥機應該如何繼續作戰？就在這樣的訓練背景下，有一款已經在台灣服役接近30年的戰鬥機，再一次出現在了新竹基地的聚光燈下。直到今天，它依然是空軍的主力，甚至就在2026年，軍方還決定繼續為它投入巨額經費，養它養到2031年。它就是幻象2000。時間回到1980年代末，台灣空軍面臨一個要命的難題：誰來接替 F-104？這款曾經撐起高空攔截任務的戰機，機體已經老化到不能再飛了，必須找一款新飛機來接替它的位置。最合理的選項是美國 F-16，便宜、產量大、後期成熟。台灣從1981年開始，每年都在提 F-16的採購需求，一年接一年，全被美國拒絕。這個時候，達索公司帶着幻象2000-5來了。幻象2000-5的訂單對達索來說是救命稻草，甚至可以這樣說，因為有了台灣的訂單，達索才有錢繼續研究陣風戰鬥機。彼時的達索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。1988年之後，達索海外訂單嚴重滑坡，公司甚至不得不通過裁員來維持生存。生死存亡之際，法國也看中了台灣的市場潛力，雙方一拍即合，確定了交易。法國人開價不低，單機約13億到15億新台幣，幾乎是 F-16單價的2倍。這筆軍購還包括配套武器、雲母和魔術飛彈，整體交易金額衝到了1600億新台幣。然而台灣沒得選，空軍需要一款能在最短時間內爬升到最高空，以最快速度衝過去攔截的戰機。幻象2000-5恰恰就是幹這個的。雖然貴，但是放在當時看也很值，因為幻象2000-5是達索專門為出口市場打造的最新改进型，1990年才首飛，台灣是全球第一個用戶。幻象2000的入驻也給台灣帶來非同一般的體驗。先看它怎麼設計的，無尾三角翼，整個機翼就是一個大三角形。這種設計的優勢很明顯，阻力小，結構輕，高速性能好。劣勢也有，比如低速時升力不夠，起降距離長。但幻象2000-5根本不在乎低速，它生來就是為了衝。一台 M53P2 涡扇發動機，加力推力95千牛，配合无尾三角翼的低阻力設計，極速能拉到2.2馬赫。爬升率更是驚人，每秒285米，實用升限超過17000米。從跑道拉起，幾分鐘內就能捅破10000米高空。按照國防部描述，攔截一架高度24380米、速度3馬赫的戰機只需要5分鐘。有人可能會問，飛得快、飛得高有什麼了不起？空戰裡高度就是能量，飛行員可以俯衝，把高度換成速度，瞬間拉開攻擊距離或脫離危險。速度就是主動權，快的一方能決定打不打、什麼時候打、打完怎麼走，而慢的一方只能被动挨打。真正讓幻象2000-5甩開對手的是他的眼睛，機頭裝備泰雷茲 2DY 雷達 X 波段脈冲多普勒，搜索距離超過70公里，一次掃描就能捕捉24個目標，挑出8個最具威脅的鎖定，然後引導4枚飞彈同時攻擊。它的下射能力也不差，幻象2000的 2DY 雷達能在一片混亂中把低空飛行的目標揪出來，配上云母飛彈，飞行員按下发射钮就不用管了，飞彈自己追。云母飞彈還有一手絕活，同一枚飞彈既能打超视距，也能打近距格鬥，紅外和主動雷達2種導引頭隨意切換，這在1990年代是獨一份。幻象2000-5還有一個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優勢，內載電子戰系統，不像 F-16那樣要掛吊艙。ICMS MK2 自衛套件整合了雷達告警接收器、機載主動雷達干擾機和薄條紅外誘饵發射器等組件，它能提前發現敵方雷達搜索，主動干擾，掩護自己，還能掩護友機。實戰也證明了這架飛機的含金量。1996年10月8日，愛琴海上空，希臘空軍的幻象2000遭遇土耳其 F-16D， 纏鬥之後，幻象2000用一枚魔術2空飞彈擊中了土耳其的 F-16D。這是 F-16服役近50年來
唯一一次空戰敗績，不存在任何爭議。這樣一架戰機入駐台灣，空軍上下確實興奮了很久，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問題，讓人對它又愛又恨。越先進的東西往往越難伺候，尤其是幻象2000，它的零部件數量有限，全球用戶也不算多，很多關鍵部件都必須依賴法國原廠體系。飛機年輕的時候，這些都不是大問題，飛機老了，賬單就開始上來了。早在2010年前後，軍方就發現幻象2000-5的維護成本明顯高於 F-16和 IDF， 軍方還專門做了估算， F-16AB 約16萬到26萬元， IDF 大約25萬到40萬元。然而幻象2000-5呢，每飛行小時的運維成本能衝到70萬至80萬新台幣，差了好幾倍。所以法國貴族這個外號慢慢就傳開了，聽起來很優雅，實際上就是一句話：貴而且難養。更麻煩的是，幻象的很多保障工作高度依賴法國原厂体系，和美国的 F-16形成鮮明的对比。F-16全球用戶太多，生產線、零件供應、升級方案形成了龐大的國際體系。幻象2000沒有這麼大的用戶規模，法國自己後來也逐步把主力轉向陣風，於是台灣手裡的幻象越來越像一個獨立的小體系，數量少，型號特殊，維護貴，還不能隨便停，而且錢花出去以後還不一定馬上換來高妥善率。2009年前後，台灣幻象機隊就曾出現嚴重的發動機問題， M53P2 發動機葉片出現裂紋，部分飛機因此受到影響，飛行訓練時數明顯下降。後來達索介入處理，經過維修和改善，機隊的妥善率才逐步恢復。真正讓幻象2000在台灣輿論場陷入爭議的是另外一個詞：事故率。2022年，一架台灣幻象2000在訓練過程中墜海，空軍隨後一度暫停幻象機队訓練。2024年，又一架幻象2000在夜間訓練中發生事故，飛行員成功彈射，戰機墜入海中。據路透社統計，從台灣接收第一架幻象2000開始，到2024年累計發生9起飛行安全事故，至少損失7架幻象。這個事故率擺在面前，任何一支空軍都不可能無動於衷。於是輿論開始給它貼上另一個極端的標籤：寡婦製造機。維護成本和事故率疊加在一起，幻象2000在台灣的處境越來越尷尬。軍方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：還要不要繼續養？如果只看賬面，答案似乎很簡單，換掉它。如果繼續往裡面砸錢，怎麼看都有點不划算。可軍方最後卻做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決定：繼續養。這幾年來，軍方圍繞幻象的多項維護、升級和保障協議，累計金額已經達到數百億元，單純的技術支援就要數十億元。2021年，台灣和達索簽了5年技術支援合同，金額約7.97億元。2026年合同到期後，新合同立馬跟上，金額甚至比上一輪還多，超過9億元。服務周期一直延續到2031年9月，目標就是提高幻象2000-5的妥善率。除此之外，還有航電、人員訓練等方面同樣需要技術支援，這又是另外的價錢。2022年，台灣又分別簽下2項法國技術支援合同，一項負責人員訓練和後勤支援，另一項負責航電、電站系統，2筆合同合計接近10億元。2024年，這種繼續養的力度又往上跳了一截。台灣為幻象2000的發動機零部件簽下開放式契約，金額超過102億元新台幣。同期還有飛彈零部件採購，1個月之內圍繞幻象後勤的幾項採購總額超過200億元。可以說，軍方已經明確告訴所有人，至少在2031年以前，幻象2000還不會退出。那軍方為什麼要力保幻象？幻象2000有一個無法匹敌的優勢，台灣現役3款主力戰機裡，它的高空高速攔截定位最明顯。F-16是全面選手，支持全天候制空作戰，還能實現對地或對海的精確打擊。IDF 是台灣自產的典範，同樣是全面選手，在龐大的彈藥庫支撐下，對空能打天劍1、天劍2，對地能打萬箭巡夜飛彈，同時具備在短時間內緊急起飛的能力，完全可以承擔一線防空的任務。相比起 F-16和 IDF， 幻象2000的任務更专一。专一就意味着在它的任務区間内，它的能力能夠發揮到極致，也就是快速爬升、高空截击、超视距攔截。當然，更現實的問題是，軍方沒得選，必須給幻象2000延壽，因為 F-16V 新機還沒交付。由於全球供應鏈的限制，美國交付新型 F-16V 戰鬥機的時間有所延遲。66架 F-16V 新機是台灣空軍未來10年的主力，但他們還沒到貨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完整交付。在他們交付並且形成戰鬥力之前，幻象2000要是退了，空軍的戰機數量将会掉一大塊，戰力也將有所損失。所以軍方寧願繼續花錢，先把現有戰力保住，剩下的等新飛機到了再說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漢光42號演習顯現出來的一種變化，軍方的思維出現了很明顯的轉變。以前是看戰機有多先進，現在則是看飛機被打以後還能不能回來，回來以後能不能快速維修，然後再飛出去。說白了，以前比的是誰的飛機更強，現在還要比誰的飛機能一直飛。這恰恰是現代空戰最現實的一刻。烏克蘭戰場已經給了參考答案。2024年第一批 F-16抵達烏克蘭，當時各路媒体普遍唱衰，機場會被炸，戰機活不過幾周，俄軍那邊還有各種先進戰機會把他們按在地上摩擦。然而到了2025年 F-16 就承擔了烏克蘭空軍大於 80% 的作戰架次。再到2026年，烏克蘭甚至使用 F-16 擊落了蘇35，一個從零開始在戰火中接裝，沒有任何承包商支援的機隊，扛起了整個國家空防的大頭。他們怎麼做到的？就是分散打游擊，把 F-16 分散到多個隱蔽據點，每個地方只停1-2架，任務結束馬上轉移。地勤團隊則負責開着卡車拉着移動維護方艙到處跑。以前掛一枚飛彈要10到12個人，現在3個人就能搞定。俄軍想一鍋端，先找到地方再說。台灣要學的就是這一套。漢光42號演習裡，空軍的演習重點就是飛機快速重新武装、維修後再次升空，以及在遭受打擊後迅速恢復跑道的能力。在這種轉變下，戰機的訓練重點已經變了。軍方要思考的是如何讓戰機一直保持戰鬥力。幻象2000的爭議性恰好讓它很適合用來檢驗這個問題。它老、貴、維護複雜，但只要還能保持妥善率，它就依然是一架能飛、能攔截、能再次出動的戰鬥機。大家可以試想一下，如果連幻象2000這麼嬌貴的戰機都能在高壓下做到快速出動、持續作戰，那麼其他戰機呢？答案已經不用多說了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大家認為軍方還有必要繼續養幻象2000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，我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。